不管是原著还是电视剧，女主小妖之所以和官配涂山璟相逢相识，全是因为涂山璟被自己兄长涂山侯的嫉妒与迫害扔在臭水沟里。那么涂山侯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的亲弟弟？剧里也说了，是因为涂山侯知道了母亲偏心涂山璟并厌恶自己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母亲亲生，不但不是亲生，他的生母还是被涂山璟母亲给逼死的。那么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原因吗？首先细看《长相思》，读懂《长相思》便会发现，这只是导火索。真正让两人反目的原因是各自背后所倚仗的权势之间的角力，只盖不住火。就算这个时候涂山太夫人不告诉涂山侯关于他的身世，也会有别有用心之人会透露，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。先说涂山璟的出身与天然立场。涂山璟的身份高贵，他的外祖母是四大家族赤水氏的嫡女，他的母亲沈氏是中原六大氏的之首沈氏的嫡女，他的亲舅舅是沈氏的族长。外祖母母家赤水族长这代只有独女赤水小叶，赤水小叶许配给了陈荣归降的陈荣小颜传。陈荣颜传被西炎王封了旨意城城主，和赤水小叶生了赤水丰隆和陈荣新月一对双胞胎，一个将来继承赤水的族长，一个继承陈荣家的荣耀，将来是旨意城的城主。而且陈荣从前是中原的王，中原六大氏族自然以他马首是瞻。丰隆和新月与涂山璟是亲表兄妹，所以涂山璟的天然立场先是四大家族，再是中原六大氏。再说涂山侯的出身与天然立场，涂山侯的身份特殊，却不见得真的很低贱。他的生母对外的身份是普通婢女，但其实并不是。他生母其实是涂山老夫人的血亲，出身乌罗氏，是武王与七王母族的人。仔细看过原著的都知道，文里多次提过，涂山侯与武王、七王关系密切，又无人质疑，也无人感到奇怪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血亲实锤。所以他的天然立场自然是武王、七王，甚至他的立场是西炎。可是四大家族和中原六大氏却都是保持中立，都不参与王族之事，不参与也是不支持。两人母族不同，天然的立场不同，自然会被有心之人利用。四大家族的势力能左右天下局势，这一点西炎王是很清楚的。毕竟当初他之所以能立西炎国，也是因为四大家族之一西陵氏的支持。四大家族一向共进退，可以说当初他之所以能顺利立国，不但得到西陵氏的支持，还得到了四大家族的支持。但是他不愿意西炎被西陵掌握，得了天下后，实际将西陵氏赶出了西炎的朝堂。自此之后，便没有再得到四大世家的支持。这也是西炎王为什么明明打下了陈荣，却并没有将中原真正一统的原因。因为四大家族为了保持平衡，一直在暗中支持着陈荣残军。不管是原著还是剧里都有提示，香六曾对小妖说过，他和涂山璟做了几百年的生意。香六曾到旨意城里与城主陈荣言传密谈，巧遇小妖，而那个船夫也知道他身份，那么便表示香六与言传并不只见过一次，暗中必有往来。所以从这两点证明，陈荣残军是一直被这两股势力暗中支持的。四大世家分别是西陵氏、涂山氏、赤水氏、鬼方氏。西陵氏在帮助西炎立国之时元气大伤，赤水与陈荣结亲，不能高调行事，鬼方一向只在暗中行走。所以四大家族如果要统一立场，发出同一个声音，那便要有一个代表四大家族的话事人，那个话事人便只能是涂山氏。而涂山氏虽然之前涂山璟一直没有接任族长，但实际上他早就一直行使着族长的权利，是四大家族的话事人。只是当初的太夫人还有私心，所以一直压着没有让涂山璟名正言顺地登上族长之位。涂山璟与香六做了几百年的生意，涂山璟是四大家族的话事人，那么自然也证明四大家族一直在暗中支持陈荣残军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奇妙的平衡，让四大世家与中原六大氏能最大限度地超脱王室的辖制，使得王室忌惮。涂山璟当初被涂山侯暗算关起来，应该就是关在西炎城。那么他被关在西炎城，真的没有人知道吗？最起码武王和七王应该是知道的，不然不可能藏了3年都没有被人找到藏身之处。这件事西炎王有参与吗？应该没有参与，但是却一定知道，也一定是乐见其成，所以也会对找涂山璟的人横生阻拦。
以涂山璟的身份，他突然失踪，四大家族与中原六大氏不派人找吗？找，肯定会找，定是满世界的翻找。但凭着四大世家和中原六大氏这么大的势力，找到3年都没有找到，后来还放弃寻找，干脆宣布涂山璟已病死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最后知道了人是被藏在西岩城。不但有武王、七王这唯二的五爷摄掌，还有西岩王这个最大的 boss 给他们摄掌。于是四大家族和中原六大氏心里便清楚了，这不但是涂山氏家族内部的争斗，更是西岩的一步棋。正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了，所以这时才舍弃了涂山璟，对外宣布涂山璟已经死了。宣布涂山璟死了一共有2个用意：一，告诉西岩王他们已经舍弃了涂山璟，死活他们都不管了，抓了涂山璟威胁不了他们；二，向西岩王传达他们虽然可能没完全臣服，但也会尊重王室，河水不犯井水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一点就透。所以当涂山璟被涂山侯折辱3年，失去了利用价值，自信自傲自负自尊全都被摧毁的时候，武王、七王乃至西岩王都放下心来，任由涂山侯将他给扔到水沟里自生自灭。可以说，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文小六，只怕真如他们所想，就算侥幸能活下来，也是废人一个，再也支棱不起来了。以涂山璟的聪明，难道想不出来四大家族和中原六大氏那么大的势力，3年都没将他找出来，最后还放弃寻找舍弃他的原因吗？别忘了狐族天生善于追踪，四大世家与中原六大氏肯定知道他被关在西岩的世界，只是从西岩城救人需要代价，他们不愿意为他付出代价。所以他对文小六说他无处可去时，是真的无处可去。一方面是被视为长兄如父的亲兄弟涂山侯所伤，一方面也是因为被他全心信赖的阵营所舍弃。所以这也是涂山璟后来为什么背弃家族盟约，不参与王族争权，坚定地支持苍玄一统大荒的原因。当然支持苍玄的起因最主要还是为了小妖，但若不是家族当初的舍弃，以涂山璟的性子，就算是为了小妖，他也会犹豫，会反复衡量，不会那么坚决义无反顾。一如与防风异应退婚一样，他觉得防风异应没有先对不起他，他便不想先去负了防风异应，是背后手段，希望光明正大退婚，让防风异应有退路。他是个心善的人，但其实涂山璟也是个可怜人。他被他信赖同进退的盟友四大家族和中原六大氏所舍弃，被视为长兄如父的亲兄弟涂山侯所舍弃，更是被他视为至亲的奶奶所舍弃。涂山老夫人不知道他被涂山侯所害吗？猜不出来涂山璟应该是被涂山侯带到了西岩，藏在了西岩城吗？当然知道。别忘了当初敬业说过，大家都说公子死了，那么是谁说的？不是他这个当家人的首肯，哪个下人敢随便说少主死了这样的话？不然梅林刺杀后不会让涂山璟留在止医养病，让风龙看照。我看很多人可怜香柳，有时候也想借一句名言：世人都说香柳可怜，谁人怜我涂山璟？